第6回，观音复会问原因，小圣施威降大圣。暂不说天神围住花果山，孙悟空安然无恙。这时候，南海普陀珞珈山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因王母娘娘的邀请，前来参加蟠桃大会。菩萨带着他的大徒弟慧岸行者，一同来到宝阁瑶池，却见那里一片荒凉，席面凌乱不堪。虽然有几位天仙在场，但没有人坐下，都在那里议论纷纷。观音菩萨与众仙相见后，众仙向他详述了之前发生的事。菩萨听后说，既然没有大会，也没有人传杯敬酒，你们可以跟住我一起去见玉帝。众仙欣然同往，来到通明殿前，正好4大天师、赤脚大仙等人都在那里迎接菩萨。众人告诉菩萨，玉帝因孙悟空闹事而烦恼，派遣天兵捉拿孙悟空，但至今未有结果。菩萨说，我要见玉帝，请帮忙传报一声。天师邱弘济立即进入凌霄宝殿禀报玉帝。玉帝随即宣菩萨入内。此时太上老君在上，王母娘娘也在后面。菩萨引领众仙进入，与玉帝行礼后，还向太上老君和王母娘娘问候，各自坐下。菩萨便问，今年的蟠桃大会怎么样？玉帝叹息道，往年大会都是欢乐热闹，今年却被那妖猴闹得一片混乱，实在是虚张声势啊。菩萨问，那妖猴是什么来历？玉帝答道，这妖猴乃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的一块石卵所化。当初他刚出生时，双目射出金光，直冲豆腐。起初我们并不在意，后来他渐渐成精，能降龙伏虎，甚至自行消去了生死簿上的名字。那时有龙王和阎王上报，朕本想派人擒拿他，但长庚星建议说，3界之内，凡是有9窍的生灵，皆有成仙之机，于是朕便教育他，召他上天，封他为御马监的弼马温官职。然而他嫌官职太小，便反叛天庭。朕随即派李天王与哪吒太子前去降服他。后来朕又下旨安抚他，重新宣他上天，封他为齐天大圣。但这个职位只有名号，没有俸禄。由于他没有管理的事务，便东游西荡。朕担心他再生事端，就派他去管理蟠桃园。结果他不遵守规矩，将老树上的大桃偷吃一空。当朕设宴时，因为他没有俸禄，没有请他，他便设计欺骗赤脚大仙，自己变了模样混入会中，把仙肴仙酒全偷吃了，还偷走了老君的仙丹，又偷了御酒，回去与山上的猴子们一起享乐。朕为此十分烦恼，故此调遣10万天兵，布下天罗地网去收服他，至今没有回报，也不知胜负如何。观音菩萨听完玉帝的陈述后，便指示慧岸行者道，你速速前往花果山，查看战况如何，如遇到战斗，你可以出手相助，务必要回来准确报告情况。慧岸行者整了整衣衫，手持铁棍，腾云驾雾，迅速赶到山前。只见那里天罗地网布满，重重包围，各营门的天丁提铃喝号，将整个山围得水泄不通。慧岸行者停下脚步，大声喊道，守营门的天丁，请通报，我是李天王的2太子木叉，乃南海观音菩萨的大徒弟，特来打探军情。5岳神兵立即将话传进了营中。戌日鼠、卯日鸡、辛日马、房日兔等星宿将消息送到了中军帐中。李天王下令打开天罗地网，放行慧岸。这时东方刚露出曙光，慧岸随住旗帜进入营中，见到了4大天王与李天王，行礼问候。礼毕，李天王问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慧岸回答，孩儿随菩萨一同前来参加蟠桃会。菩萨见会场冷清，瑶池一片寂寞，便引领众仙和我去见玉帝。玉帝诉说父王率天兵收服妖猴，1日不见回报，胜负未卜。菩萨命我来此打探真实情况。李天王说，
昨日我们在此安营扎寨，太九曜星挑战，却被那妖猴施展神通，九曜星败退而回。随后我等亲自领兵出战，那妖猴也排开了阵势，我们10万天兵与他激战至晚，他使出了分身法，将我们打退。收兵时，我们只捉到些狼虫、虎豹等野兽，却未捉到一只猴子。今天还未出战。话音刚落，只见营门外有士兵来报，大圣率领一群猴子在外叫嚣。4大天王与李天王正商议出兵。木叉说：父王，菩萨命我来打探消息，还说若遇到战斗，我可帮上一把。如今我愿意前去看看这齐天大圣有多大能耐。李天王说：孩儿，你随菩萨修行多年，定有些神通，务必小心谨慎，好个太子。双手舞动铁棍，整理衣裳，跳出营门，高声喊道：谁是齐天大圣？孙悟空挺起如意金箍棒，应声道：老孙在此。你是什么人，竟敢来问我？木叉回道：我乃李天王的二太子木叉，今在南海观音菩萨座前为徒，法名慧岸。大圣说：你不在南海修行，来这里见我做什么？木叉说：蒙我师父差遣，来此打探军情，见你这般猖狂，特来擒你。大圣怒道：你敢说这等大话？且休走，吃老孙一棒！木叉毫无惧色，举铁棍劈手迎战。两人在半山腰营门外，这场斗争十分激烈，棍对棍，虽然都是铁器，却各不相同，兵器交锋，两人背景各异。一方是太乙散仙，号称齐天大圣；一方是观音菩萨的徒弟，法力正隆。铁棍乃是千锤百炼，靠6钉6甲筑立而成；如意棒乃是天河定子，拥有镇海神针的无穷法力。两位强者相逢，真是实力对等，招数不断，技术精湛，怎能相容？那边的阵营旌旗闪烁，这边的战场鼓声隆隆，万千天将团团围绕，洞中妖猴密密丛丛，愁云怪雾笼罩地府，狼烟煞气直射天宫。昨日的混战还算可以应付，今天的争夺更显凶猛。令人惊叹的是猴王的真本事，木叉败退逃生。这齐天大圣与慧岸战斗了50-60回合，慧岸感到臂膊酸麻，已无力应战，只能虚晃一招，败阵而逃。大圣随即也收兵回洞，安扎在洞门外。只见天王营门外，众天兵接住了木叉太子，让开大路。他进入营中，气喘吁吁地向李天王、4大天王、哪吒报告道：好大圣，真是法力无边，孩儿战他不过，又败阵而回。李天王听罢惊恐不已，立刻命人写表求助，并差遣大力鬼王与木叉太子上天启奏。大力鬼王与木叉不敢耽搁，立即闯出天罗地网，驾着祥云直奔通明殿，须臾便到了凌霄宝殿，呈上表彰，并见观音菩萨行礼。菩萨问道：你探查的情况如何？慧岸回道：弟子领命前往花果山，叫开天罗地网的门，见到父王，并说明师父差遣的意思。父王告诉弟子，昨日与那猴王交战，仅捉的些虎豹狮象等野兽，未能捉到一只猴精。正说话间，那妖猴又来挑战，弟子便与他交手，战了50-60回合，却无法取胜，只好败退回营。父王因此差遣弟子与大力鬼王上天求援。菩萨低头思索片刻，玉帝此时拆开表彰，见里面写着求助之事，便笑道：这猴精到底能有多大能耐，竟然抵挡住了10万天兵，李天王还来求助，该调哪路神兵相助呢？话音未落，观音菩萨合掌启奏道：陛下请放心，贫僧推荐一位神将，必能擒住这猴王。玉帝问道：推荐的是何人？菩萨道：乃陛下的外甥显圣二郎真君，他现居灌江口，享受下界香火。昔日他曾诛灭6怪，
又有眉山六兄弟与帐前1200草头神，神通广大，只是他只听条不听宣。若陛下颁下一道调兵圣旨，命他助阵，必能擒拿这妖猴。玉帝听后，立即传下调兵圣旨，差遣大力鬼王前往灌江口。大力鬼王领了旨意，迅速驾辕而去，不消半个时辰，便到了灌江口。守门的鬼判立即进报，外有天使捧旨而至。二郎神与众兄弟出门迎接，焚香后打开旨意，圣旨上写道：花果山妖猴齐天大圣作乱，因偷桃、偷酒、偷丹，搅乱蟠桃大会，10万天兵、18架天罗地网围山收服，却未能成功。特此调贤生与义兄弟前往花果山助力剿除，若成功，定有重赏。召会二郎神、齐天孙大圣。这场斗法的场面堪称壮观。一个心高气傲的美猴王，面对威严压人的真梁柱，两人初次相逢，各自都展现出无比的兴致，从未见过彼此的实力深浅。今日终于一较轻重，铁棒飞舞如龙，神风挥舞如凤，左挡右攻，前迎后应。真君那边有眉山六兄弟助威，而孙悟空那边，马刘四将传达军令，旌旗摇动，鼓声擂响，双方众人齐心助威，钢刀交锋，来回之间不留丝毫空隙。金箍棒乃海中珍宝，变化飞腾，威力无穷，而真君的神风则迅捷无比，与孙悟空斗个不分上下。真君与大圣激战了300多回合，依然难分胜负。这时真君显露出无比的神威，摇身一变，变得高如万丈巨人，两手举住3尖2刃神锋，气势犹如华山之顶，青脸獠牙，朱红头发，恶狠狠地朝住大圣砍去。孙悟空见状也不甘示弱，施展神通，变得与二郎一般高大，举住如意金箍棒，如同昆仑顶上擎天之柱，抵住二郎神。这一幕令马刘元帅等人战战兢兢，连旌旗都不敢摇动。东巴二将也是心虚胆怯，刀剑都使不上力气。此时康、张、姚、李、郭申、直见六兄弟传令，命草头神直攻水帘洞外，放出鹰犬，搭弩张弓，齐齐掩杀。可怜那妖猴的4箭将被冲散，捉拿了2-3千灵怪。那些猴子惊慌失措，抛戈弃甲，四处奔逃，有的爬上山头，有的躲回洞中，就像夜猫惊扰了栖息的群鸟，满天飞舞。眉山兄弟大获全胜。此时真君与大圣仍在施展法天象地的变化斗法。大圣忽见本营的妖猴被打得四散而逃，心中一慌，便收了法相，撤棒撤退。真君见大圣败退，急忙追上，大喊道：哪里走？趁早归降，我可饶你一命。大圣不再恋战，急忙朝洞口逃去，正撞上康、张、姚、李4太尉、郭申、直见2将军，众人一起挡住他的去路，喊道：泼猴，往哪儿跑？大圣慌了手脚，将金箍棒变作绣花针藏进耳朵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一只麻雀，定在树梢头。六兄弟四处寻找，却不见踪影，只得大声喊道：猴精跑了，猴精跑了！正在吵嚷间，二郎真君赶到，问道：兄弟们，怎么没找到？众神回道：刚才在这里围住他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二郎睁开凤眼仔细观察，看到大圣变作的麻雀定在树上，便收了法相，撇下神锋，卸下弹弓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只雀鹰，抖开翅膀飞去扑打麻雀。孙悟空见状，急忙变作一只大刺老鸟，冲天而起。二郎见状，斗灵一变，变作一只大海鹤，飞上云霄去追。大圣见情势不利，又变作一条水蛇，潜入溪涧，钻进草丛。二郎见水中有动静，急忙变成一只朱顶灰鹤，伸长脖子准备捕捉水蛇。然而
水蛇跳出来，又变作一只低贱的花宝，立在水边的了厅上。二郎见着变化，便收起变化，取下弹弓，准备出手打击。大圣趁机滚下山崖，迅速变成一座小土地庙，庙门大开，像是庙口，牙齿变成门扇，舌头成了菩萨，眼睛则变成窗棂，只有尾巴不好收拾，变成了竖立在后面的旗杆。真君赶到崖下，没看到大圣，却见一座小庙，仔细一看，发现了旗杆在后面，便笑道：这一定是那猢狲的诡计，哪有庙宇的旗杆竖在后面的？这厮想哄我进去，好趁机咬我，我岂能上当？等我先倒窗棂，再踢门扇。大圣听了心惊，好狠毒啊！这门扇是我的牙齿，窗棂是我的眼睛，若打坏了可怎么办？一个虎跳，立刻飞身离开，不见踪影。真君四处追赶，这时四太尉和二将军赶来，问道：兄长，抓住大圣了吗？真君笑道：那猴子刚刚变成一座庙宇哄我，我正要倒他的窗棂和门扇时，他纵身逃走了，真是狡猾。众人都感到惊讶，四处张望却无影无踪。真君道：你们守住这里，我上去寻他说罢。真君驾云升空，遇见李天王和哪吒正用照妖镜照着四方。真君问天王：可看到那猴王了吗？李天王答道：他没上来，我这里正照住他呢。真君将变化追捕的过程告诉李天王。李天王呵呵笑道：真君快去，那猴用隐身法溜出了营地，跑去你的灌江口了。此时大圣已经赶到灌江口，变作二郎真君的模样，进入庙内。鬼判们没有认出他，纷纷跪迎。大圣坐在中间，点茶香火，正翻阅着文书，忽然有人报告，又一位爷爷来了。众鬼判急忙观看，惊慌失措。真君走进庙中，大圣见状，现出真身笑道：郎君不必嚷了，这庙已姓孙了。真君大怒，举起三剑两刃神锋朝大圣砍去。大圣灵活躲开，撤出金箍棒与真君对打。两人斗斗嚷嚷，一路打出了庙门，在半云半雾中且战且行，复回到花果山。四大天王等严阵以待，汤、张等太尉联手合力，将大圣团团围住。此时天上的大力鬼王已回到凌霄宝殿回报，玉帝与观音菩萨、王母娘娘及众仙卿正商讨此事。玉帝说：二郎神已经去战斗，怎么还没有消息回来呢？观音合掌道：陛下，不如您与道祖亲自出南天门看看情况如何？玉帝觉得有理，于是摆驾南天门，与道祖、观音、王母及众仙一同前去。门前天丁、力士早已等候，开门后遥望，只见众天兵已经将大圣团团围住。李天王与哪吒手持照妖镜立于空中，真君正与大圣激战不止。观音推荐的二郎神果然神通广大，已经将大圣困住，只差一步就能擒拿。观音来助他一弓，定能捉住那猴。老君笑说：菩萨，您准备用什么兵器来助二郎神呢？菩萨答道：我准备将净瓶中的杨柳枝抛下去，打那猴子的头，如果不能把他打死，至少能让他跌倒，给二郎神机会擒拿他。老君却说：菩萨，您的净瓶可是瓷器，打准了当然好，但若打不中，撞到他的金箍棒，那瓷器可就打碎了，不如让我来帮忙吧。菩萨问：那老君打算用什么兵器呢？老君笑答：有的，我这有件兵器。随即他挽起袖子，从左臂上取下一个闪闪发亮的圈子，说这件兵器是用昆钢锻造而成，还用丹点化，养成一身灵气，善于变化，水火不侵，还能套住各种东西。它叫做金刚镯，也称作金刚套。当年我国函谷关化胡为佛时，就是靠它的力量防身。等我把这金刚镯丢下去，打他一下，
他就无处可逃。话毕，太上老君从天门上把金刚镯摔下来，嗖的一声，直落花果山的营盘里，正好打在猴王的头顶上。孙悟空正在激战7位梅山兄弟，根本没注意到天上掉下这兵器，被击中天灵盖，站立不稳，一下跌倒在地。他勉强爬起来，想逃跑，但被二郎神的细犬追上来，咬住他的腿肚子，又摔了一跤。悟空倒在地上，忍不住咒骂道：这个该死的东西，你不去咬你的主人，跑来咬我做什么？他想翻身爬起来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7位梅山兄弟一拥而上，把他压住，用绳索将他捆绑，还用钩刀穿过他的肩胛骨，令他再也无法变化脱身。太上老君收回金刚镯后，邀请玉帝、观音菩萨、王母娘娘和众仙返回凌霄宝殿。此时4大天王与李天王等神将也收兵拔寨，走上前来向二郎真君道贺，说：这全是小圣的功劳啊。二郎真君谦虚地说：这都是天尊的洪福和众神的威力，我哪有什么功劳呢？康、张、姚、李4位太尉说：兄长不必谦虚，还是快押这妖猴去天庭见玉帝。请旨发落吧。二郎真君回答道：贤弟们，你们尚未受天庭封禄，无法面见玉帝，就让天甲神兵押着这妖猴，我和天王们一起上天回旨。你们带领兵将继续搜山，清理完毕后再回灌江口，等我讨了赏，回来一起庆功。4位太尉和2位将军听后，答应照办。真君和众神驾云而去，唱着凯歌，得胜归天。不多时，他们来到通明殿外，天师禀报道：4大天王等已经捉住了妖猴齐天大圣，现在等候陛下的旨意。玉帝传旨，命令大力鬼王和天丁押着悟空到斩妖台，准备将他碎尸万段。正是七皇之徒如今遭刑罚，曾经的英雄气概此时烟消云散。究竟孙悟空的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